好，各位学员，这节课主讲色彩的运用。现在我们这个桌子上面有一个色相环，红、黄、蓝，这个被称为三原色。了解色彩的知识对我们的绘画艺术修养以及色彩品味都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所以今天拿出来跟大家讲一讲。黄色加红色可以调配出橙色，黄色加蓝色可以调配出绿色，蓝色加红色调配出紫色它可以调出任何一种颜色那么这三个颜色相混，那么就可以得到一个黑色这就是三原色。三原色在所有的色彩中运用中是一个最基本的知识点最基本的知识点，所以大家一定要对它进行了解，然后我们在以后的绘画中在调色中会有一个指导的作用。我们再看，这里又出现一个色相环，这个色相环跟刚才是不一样的大家看一下这一排颜色，由红往这个绿色走，再到蓝色区域，再到紫色，又回到红，它转了一圈回来从红色离红色最远的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离红色最远的是绿色。那么它两个的对比是很强烈的是已经强烈到极致了。所以我们把这种颜色称之为互补色。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黄橙它的最远的距离是蓝紫，那么这两种颜色配在一起它的对比很强烈。这种对比强烈的颜色尽量的不要在画面中大量的出现，它的效果太强烈了使画面产生不安定的因素。曾经鲁迅先生曾经说过，黄配紫这个是非常非常丑的颜色非常丑的颜色。在我们的《红楼梦》这部小说里面，曹雪曾经写到这个王熙凤这个人物出场的时候是什么？穿红戴绿。王熙凤是什么样的性格？张扬比较张扬很泼，这种性格很泼心比较狠，所以他用颜色，曹雪芹用颜色来暗示了这个人物的这种内心的性格。然后这个林黛玉是住在什么地方？林黛玉她住在潇湘馆，潇湘馆的潇湘是一种竹子，是绿色比较冷的颜色，就暗示了这个林黛玉的这种悲惨的境遇它有一种暗示，她住在潇湘馆这种很冷的色调里面，本身她也是体弱多病是不是？我们可以从颜色可以看到一个人的个性。所以说这种颜色的对比怎样去在画面中体现，就要特别的要懂这些东西否则的话你的画面会出现问题，你还浑然不觉。所以我们尽量的不要出现大量的补色。一旦如果说你以绿色为主的色调里面非要出现一种红色的花，那你的这个红色的纯度就要降低把纯度降低。那么我们后面就谈到另外一个知识点了在这里这个知识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首先分为色相、明度和纯度。色相其实很简单理解，就是这个颜料的颜色嘛它的名称红色、橙色、黄色、绿色，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但中国画颜料就不一样中国画颜色的色相它就不能叫红、橙、黄、绿、青、蓝、紫了它可能叫曙红橙色叫朱标，黄色叫鹅黄绿色叫三绿石青，它是这样的不同的叫法这个都不管它就是名字，你记住名称就行了，就是
一个人还有个名字而已啊，这是色相。那么明度大家就要注意了啊，明度就是色彩的明暗度。你看这个颜色是不是比较亮？这个颜色是不是比较深？这是明度产生的变化，对不对？啊，就是这个也很好理解啊，明度就是一个颜色的明暗度啊，它的亮暗之间的这种过渡。那么纯度啊，纯度理解起来，大家注意一点就是什么？纯度就是指没有调和的颜色，它的纯度是最高的，100%的没有调和的颜色，它的纯度是最高的。一旦它加入了其他的颜色进去，那么它的纯度开始降低，是不是这样的？你看这个蓝色，它加了白色进去之后，它的纯度降低了，但是它的明度提高了，看到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吗？如果说我们这个红色加了白进去，这个变成粉红，对不对？它的纯度就降低了，但它的明度就提高了。学这个知识有什么用呢？就是我们在画花的时候，尽量不要用纯度很高的颜色去画，这样画出来的花就比较俗气。你们要在花里面去加点别的颜色啊，或者多用点水，比如说曙红色，你用曙红去画牡丹花或者画月季花，你要怎么去用啊？你要把水调多点，或者你加白色进去，把它的纯度给它打下去啊，这样它就没那么艳丽。而且色彩是有空间感的啊，纯度越高的颜色离你是越近的，看到没有？纯度越高离你很近。如果我加了白进去，明度提高了，其实它离你是很远的，看到没有？虚了啊！加了白之后越加越多，它就变虚了啊！这就是这个色彩的这个知识。那么明度的话啊，明度你看蓝色它的明度很低，因为它没有加别的颜色进去，它的明度很低。但是我要把它调亮一点，它的明度提高了，但它的纯度开始降低。所以这个知识点啊，大家一定要去掌握它。然后你在画花卉的时候，你就懂得怎么去运用颜色，使自己的画面不是那么俗气啊，画面太俗了，就是用的很深，就是那个深，就是那个生活的深，很深加深的那个感觉啊。所以这个知识点跟大家讲一下。好，这里有一个色彩调配的这个知识点，就是黑白为两色啊，两极色啊。其实黑色和白色应该不属于色彩的范畴，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五彩色啊。但是为了便于记忆，所以叫黑色白色啊。白色调节浅度，黑色调节深度。就刚才我们讲到了啊，你想让颜色变亮一点，变浅一点，那么就要加白色进去，是不是？如果你想让颜色变得暗一点，你就加黑色进去，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你看白加红粉红，白加黄是米黄，白加蓝是浅蓝，白加绿是浅绿，白加紫是橙绿橙紫，白加橙是浅橙，红加黑暗红，红加蓝是墨蓝啊。这都是这样的，加白和加黑不同的感觉。好，这是色彩调配的一些规律。红加黄等于橙色，黄加蓝等于绿色，红加蓝等于紫色啊。红黄蓝是三原色啊，橙绿紫是三间色，就是它们中间的颜色啊，就是前面三原色，对啊，这里面的看到没有？这三个。啊，我们对这个色彩进行理解啊。万色不离红黄蓝，也就是说，它们三原色啊，这种色彩的最基本的三个颜色啊，三原色是个铁三角啊，万色都是这三个颜色调出来的啊，万色不离棕啊，等于棕色啊。好，
这是红加黄变橙啊，这都是我们的这个调配的一些经验啊，大家可以在画画中啊多去体会啊，多去试验啊，多去实践，才能使你的调色的这个修养提高啊。你的艺术修养提高了，就反映到你的生活中，你的方方面面，家里的布局、装修、装饰啊，它的色调的统一性啊，包括你自己穿衣服、打扮、化妆、配饰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提高啊，就不会乱去。我们家里的装修家具，并不是说你看到另外一个东西觉得很好看，你买回来，看到一个东西就买回来，看到另外一个东西就买回来，这些买回来的家具啊，它单个在一起是很好看的，但是你摆在一起堆在家里面就很丑，你知道吧？因为它色调不统一，款式也是设计风格也是千差万别，所以堆在一起是个大杂货铺，它不好看啊。所以色调要统一啊，所以是这个道理。穿衣服也是这样的，穿衣服我们有个主色调，然后配一些其他的色调搭配。你不能上身穿黄色，下身穿绿色，那个走出来那一整条街都被你炸了啊，是不是？对不对？你不能说上身穿绿色，下身穿红色，那个也是很恐怖的啊，那整个城市都被你炸掉。那么这个上身全身穿红色，可以穿一双黑色的鞋，我觉得搭配的挺好的，是不是？主要色调面积大一些，小的颜色面积小一些。所以这些知识点大家都要掌握啊。好，学完了这个基本的色彩知识，大家可能对色彩有一定的了解了啊。以后在用色的时候就要小心的啊，就要注意到了啊。好。那么下面我们就用这个宣纸来给大家怎么去调配颜色啊，怎么去调配颜色，怎么用颜色去，怎么运用颜色去来画一个花朵啊。好，用调色的方式画一个月季花，用的颜色是胭脂和曙红色这两款颜色。我们把笔洗一下，洗干净，用干净的笔。这个水可以稍微多一点，先调曙红色，整个调曙红色，刮一下水，笔尖调胭脂色，我们画了这个区域用笔我们可以轻松一点轻松一点，这样用笔，这样，好，这再加点胭脂色这再加点胭脂色，画轻松一点小一点花瓣，好，这边大一点的花瓣，大一点，再加点胭脂，有地方要深一些再加一点。好，这边再加一片。这个花可以是个圆形，但是不要太圆要有一点不规则的感觉。好，这里面的这些地方用这个笔尖去擦一下就去擦一下，擦出一些小花瓣的感觉擦完之后，我们调这个胭脂色。画一下里面的这个花心就是比较重的颜色，可以调多点胭脂多点胭脂，这样它里面有一些比较暗的地方。好，这是一朵这个花，下面在这个地方再画一朵也是把笔洗干净重新调色。这朵我们可以画的浅一些，那就少调一点曙红色。这两个颜色一调主要是调出这种颜色的渐变就是我们的明度的变化
这个颜色从浓到浅的明度的变化，两个颜色调在一起，纯度降低了啊，纯度就降低了。看，我们调出个渐变色出来。好，我们画的时候啊，从下面这个地方可以画啊，下面地方1笔、2笔，可以形成个圆形的笔触，点一下，点一下，这样。好，这块短一些啊，有地方长一些，有地方短一些啊。好，调整一下这个花瓣，中间也是用这样去擦，用这个笔去擦啊，擦完之后加点胭脂色啊，去点在上面啊，绕几圈。这个花心就画出来了啊。好，画完这2朵之后啊，我们去画它的叶子啊。叶子用什么颜色调？叶子我们用花青加藤黄啊，这里有个，好，我们调点花青色啊，花青。加点藤黄。好，蘸水，首先调这2种颜色啊，花青跟藤黄相调，多点水进来，还调点赭石色啊，赭石，加赭石的话就使颜色啊这个又产生了变化，就没那么绿了啊，有点嫩的感觉啊，你看有点嫩的叶子啊，这个好，这样调完之后就可以画了吗？啊，不可以啊，不可以，这样调出来颜色画上去就不好看啊。我们要调点墨进来，加点墨放在这里啊，调点墨，笔尖调墨啊，调墨，转圈圈，多转一下啊，墨调开一点啊，多转一下，调成那种渐变色啊，渐变色。然后我们开始啊画它的这个叶子。首先我们拿一笔啊，侧锋摁下去的，这样摁一笔，点一下啊。我们是这样的画叶子的啊。点水，再调点颜色啊，再加墨啊，把这主要的叶子先画一下，主要的叶子，比如说这里一片啊，点一下，点，画一下，点。月季花的叶子应该是前面是五瓣的那种叶子啊，但是我们只看到前面的3片啊，这个你可以看得到可以看到一点点，视觉产生的变化就画小一些，注意这个规律。好，这个叶子朝上长，朝上点啊，朝上。这个区域啊，再来一点啊。好，这里画一些不规则的啊，加点墨，画点不规则的叶片啊，这里可以加一片，不规则的，从里面啊缝隙里面出来的。好，先把简单的叶片布局完之后，我们来画一个花的枝干啊，花的枝干。那么花的枝干用什么颜色画？我们是用这个赭石加胭脂啊，赭石加胭脂，我们来调点胭脂，加点胭脂色。好，把它挤在旁边放着，胭脂色啊。我们的笔要换啊，换另外一支笔。我们2支笔是不冲突的，这个笔是不洗的，因为这个叶子可能还要加，那我们就不要把它换掉它啊。好，把这个水刮一下啊。画杆儿的话啊，好，我们先吸下水，把这个笔吸下水，点点水啊，点点水，先调点绿色，这个花杆啊，先调点绿色，然后再调点赭石，
然后再调点胭脂啊，这个颜色就画了花杆啊。好，这个花杆啊，我们从这里从这个地方出啊，从这里绕过去啊，从这里绕过去，或者从这边过来也行，从这边去，从这边上去啊。看一下，穿过去啊，穿过花啊，穿过去，然后分个叉，分个叉之后啊，这里又连上去，又接上去，这个花到这上面来啊，这个花接着这个枝上去了。好，把笔吸下水啊，吸下水。这个花杆啊，花杆的颜色啊，跟就是这个绿色加点花青加藤黄，调绿色加点赭石色，再加点这个胭脂色啊，这么去调配这个颜色，就形成这么一个花杆的颜色啊。好，把这些啊小叶片衔接一下啊，衔接一下。好，现在我们上面那些那个月季花身上有一些刺啊，大家都可能都见过，有一些刺怎么去表现啊？我们那个刺用胭脂调墨啊，胭脂加点胭脂，看到没有？调点胭脂色，加点墨，去点它身上的刺啊，点一下啊，这个稍微水稍少一点的，再加点，画尖一点，画尖一点啊，这样去点啊，这样来点胭脂啊，少了一点，这样去点。啊，点刺不要点的太规整啊，这里啊，这里不让这里太规整了啊，就不好看了啊。我这里搞2个啊，这里2个，这里1个啊，这里1个，这个身上有1个啊，你不要点的太规整啊，记住就行啊。好，它的叶子上面其实也有一些点啊，这个月季花的叶子上也有一些刺的，你可以加点胭脂加墨，在边缘啊加点这个小刺啊，月季花好看啊，月季花独爱月季花，不爱牡丹爱月季啊，因为月季花啊很每月都开，花型很小巧，没有那么争奇斗艳的感觉，很含蓄啊。好，给它加上一些这样的小刺啊，对，加一下。好，但是我们如果说养过月季花的人都知道，一些藤枯萎了，老藤，它就会是个黑色的啊，那我们就调黑色，调黑色啊，在这里的老藤啊，枯萎了啊，这个老藤。那么枯萎的老藤上面，它的刺也是胭脂加墨啊，胭脂加墨啊，或者直接用墨也行。好，一个那一拨啊，摁下去，那么一拨，摁下去一拨，一带，这样再加点啊，再加点，不要太有规则啊，不要太有规则。有的刺掉了啊，有的刺掉了，脱落了啊，就要有这种含蓄的意思在这里啊。好，这都给它加上啊。这是比较老的啊，比较老的这个，给它搞狠一点啊。带刺的这个小月季啊，你还不能欺负它，欺负它它就扎你的手啊。好，我们拿出这个叶子的啊，这个叶子的笔，调叶子的笔，把水给它刮一下啊，在这些地方点一下啊，点一下。这个枯藤就不用画叶子，枯藤就不用画叶子。好，
拿出我们的丝毛笔，给它画一下这个花里面的叶脉。好，丝毛笔调点这个叶子的颜色啊，就是刚才调这个，然后加点墨，进来。好，趁这个叶子还湿啊，比较湿的时候，给它画的叶脉一个啊，这样把它画出来。这个叶脉画的啊，这个线条要比较干脆，要注意它的方向啊。好，再加点，这样出来的上。小的叶片就不用画了啊。啊，有些没有干，所以镜头可能是看不到啊。如果是镜头干了啊，就可以看得到。那我们这个啊小品，就月季画的小品，就画好了啊。好，这么一个小品啊就完成了啊，大家可以去试一下，按这个调色的方式啊去调色，怎么去调这种渐变色，怎么调出这个，怎么去花青加藤黄加赭石去调配，然后再去调墨色，调出这种颜色。我们千万不用花青加藤黄调好这个绿色就给它画，那个很难看的啊。记住，颜色要经过调配之后，把它的纯度打下来，这样去画，它的画面就很稳啊，很好看。好，签了一个名，我们盖一个章上去啊。我们把印章盖一下。我们盖印章的时候，下面要垫一个东西在下面啊，软的东西。一定要垫东西，不垫东西盖的话，你的印章就盖不清楚的啊。还要检查一下印章不用盖反了啊。好，我们把印章盖了这个名字的下面。啊，用力摁一下啊，左右摇一摇，摁下去，左右摇一摇，不能移位啊，不能移位，原地左右摇。好，然后拉起来。那么这个作品啊，就算是一张小品，就算完成了啊。大家可以去按这个调色的方法去练习啊。先把这个笔，把这个调色用笔啊练活了，我们后续的这个配景就更好去操作啊，去操作。好，下课。